这个车辆基本上都为大家考虑到了啊，按压的方式就在这边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系列的第一视角，它是螺把的设计，和 D 啊 E 啊都不太一样，当然也符合我们模拟途中要驾驶很多设备这样真实的用车场景嘛。这是一个护手，包括它的手把按键这一套，我觉得用下来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。后刹这里带一个驻车的功能啊，单手就可以操作，挺方便的啊。你要走的话直接捏一下就行了啊。带背光的按键模组颗粒也比较大，挺趁手的，按压、阻尼、回弹，我觉得都没有什么问题啊。这边是射灯的开关，368系列的按键模组要比703的更加高效和合理一些啊，用起来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。转到这边大家看一下啊，电源键、点火键，底下的是手把加热，你知道40度的高温，昨天试驾的朋友居然打开了手把加热啊。包括驾驶模式的选择都在这个地方啊，双拉线的油门，刹车上泵的手感怎么样？我们等到动态的部分都来跟大家进行一个分享。转到下面看一下，这有一个挂钩啊，当然有人说要挂汤汤水水，但实际上我是一个处女座，你知道吗？我是绝对不会在这里挂汤汤水水的啊，挂个菜嘛还行啊。那这些塑料件的板材啊，质感我觉得还都是不错的啊，颜色也挺明润的，对吧？啊，这个螺把我挺喜欢的啊。转到上面看一下，这里也有一个充电的设置，我们打开看一下，一个 USB 和 Type-C 的出口啊。那这个位置啊，连接设备也比较方便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仪表，开机灯化，大家欣赏一下。我觉得我选的这个主题风格跟368G 机甲风啊，科幻感觉是比较相配的，有一点像我们小时候看动画片那种感觉，比较深邃的，像闯关游戏的感觉，大家有没有？这套车机的逻辑是比较简单的，没什么学习成本，很好上手的啊。然后这个车带前后的行车记录仪，我们现在看一下前摄像头的一个清晰度啊，大屏幕看起来还是比较爽的啊，清晰度挺高的。后摄我们也来看一下啊，也没有什么问题，对吧？这个车机要优化的地方，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它的 UI 主题颜色啊这些的可以做一些修饰啊，还有一个就是算力方面啊，好像是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卡顿，包括你要导航的话，就是投屏的话，还是需要下载它的 APP 的啊。然后我们现在换一个主题啊，换一个荒野版的感觉，和这个 ADV 的身份是不是更相称一些呢？好，我们来拍一下绅士368G 的动态体验视频啊，先打火听个声音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怠速情况下还是有一些抖动，不过在我接受的这个范围之内啊。好，我们开起来聊啊。那么368G 系列在我们操控和驾驶层面最大的升级就是这套悬架了啊，减震用起来到底怎么样呢？减速带我过了好几次，我觉得这个升级是你身体可以感知得到这样的一个程度，的确更有韧性啊，处理一些坑洼呀、沟坎啊，挺干脆的，没有什么多余的动作，没有余震。但总体而言还是比较偏硬朗的那种风格，可能受限于踏板这种结构嘛，要和真正的 ADV 那种柔软舒适的悬架系统对比的话，那还是有很大差距的。我们在这个大直道试一下它的刹车效能怎么样啊？这次拉一下前刹，制动的性能蛮好的啊，上泵的手感我觉得也还行。那转过来我们再刹几遍感受一下啊，这次前后刹一起拉一下。哎呦，这个后轮的 ABS 的调教好积极，再刹一下啊！你只要捏就会弹，噔噔噔啊！这个调教有点保守了，对吧？好，我们在 Eco 模式试一下它的油门啊，因为有用户说这个油门啊是不是有点冲啊？我感觉就还好了。你看我开油松油，基本上这种油门和动力的反馈是比较成熟和积极的，可以说是随叫随到嘛啊。然后转到这个大直道，我们拉一把，看一下 Eco 模式的一个加速能力。其实在300排量的踏板来说，还是可以给到你比较迅猛和强劲的那种拉扯感的。这个动力日常骑行，包括你去模拟长途，我觉得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啊。那么在这边我们调一下它的驾驶模式，调到 S 档。好，开起来。我们还是试一下 S 档的油门跟不跟手啊？开油，松油。其实我觉得 S 档和 Eco 模式它这个动力反馈，老实说有差别，但差距不是特别大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日常骑行用哪个应该都可以啊。我们转过弯也在 S 档的模式下试一下它的加速能力啊。好，给油。
对吧？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觉得跟 Eco 模式好像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嘛，对吧？那会不会哪个模式省油一点，咱们模拟的时候就用哪个模式，对吧？这个车骑下来啊，这种操控的底子其实是很好的，车架这种一体性呀，对吧？还有这种轻巧感觉都是不错的。其实整体的体感很接近一个250排量那种踏板的感觉了，给你很强的那种操控性，我挺喜欢的。而且368G 我觉得是有 D 的那种灵活性，又有 E 的那种舒适性啊，这样结合的挺好的。而且这个风格又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嘛，啊，越开越喜欢的感觉啊。然后这个震动抑制咱们也来聊一下啊，怠速的情况下是有一些的，然后你转速拉上去大概7000转左右，我觉得手把呀、脚踏的位置是有一些震动的，震动的感觉在我接受的范围之内。相比震动，我觉得发动机的那个运行声音其实是下一代可以优化的一个地方，就听起来你会觉得那个颗粒感比较大，然后你一直长时间这样骑的话，我觉得是有点吵的。当然你戴上头盔的话，可能能大幅度改善这种情况啊。总体骑行下来，我感觉它是一个挺好骑、挺好上手，你骑上又非常享受的车型，能力其实挺全面的啊。外观咱们就不说了，你看这样的一个装载能力，对吧？还有这样的动力水平，不管你是日常用车还是去长途模拟，应该都是可以供得上的啊。然后包括整个操控层面，你对车辆那种掌控的感觉，我觉得调教水平方方面面做的都是挺不错的啊。那么最后来说一下368系列，我们怎么样来选择它？因为大家也知道，我骑了 D， 也骑了 E， 也骑了 J， 对吧？未来 K 会不会到来呢？可能我们还需要再观望一下啊。如果让我选择的话，我大概率还是会选择368G 的。那 D 系列、M 系列虽然很运动，它的装载能力会差一点点啊。那可能我要加一个箱子，那这个美感一下就下降了。那么 E 系列虽然很能装，但是胖头鱼这个造型和这种 G 系列机甲风这种感觉比起来，那很明显这台车的审美会更加戳中我，它就是我的菜。好，最后咱们总结一下绅士368G 这台车啊，就是一个 SUV 的设定，不错的视野、舒适的驾乘体验，以及在这个仿赛都可以摩旅的年代里，它这样的离地间隙和配置，的确可以支持我们小野一下啊，可以释放我们的激情，也在我们的日常驾驶过程当中提高了很大的容错率啊。当然，轮机一体这种结构，好像我们汽车里头你没有带大梁，你还不是非承载式这样的车身，要拿它真的去狂野啊、飞坡啊，我觉得还是差点意思的啊。但这样的设定其实迎合了大多人的需求啊，比如它不丧失踏板车这种灵活嘛，我真的骑一个 ADV 上下班通勤呀，那多不方便啊。同时又有长途摩旅那种舒适性，还可以支持我们小野一下，对吧？哎，挺不错的。而且在踏板车里面，这样硬线条的、比较硬朗的这种设计也是独树一帜的嘛。综合起来，我看起来是一个挺独特又挺全面的车型，我挺喜欢的啊。对于这台车的表现，咱们可以在评论区一起来沟通交流。今天视频咱们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